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滑梯旁被抓拍的陈都灵，为什么比他 P 过10000次的精修图更扎心？很多人刷到陈都灵那组滑梯照，第一反应是好可爱、好松弛，但停留久一点，你会发现心里冒出来的其实是另一句不太好意思承认的话：我好久没这样笑了。那种笑不讲角度，不管法令纹，也不考虑会不会被截成表情包。你说不上来是在羡慕他的长相，还是羡慕他那种不用时刻端着的状态。更精准一点，其实是在羡慕他可以公开的告诉全世界，我现在就想玩一会儿滑梯，谁也别管我。多数打工人的日常是什么呢？凌晨1点改第8版 PPT。周末本来只想睡觉，却被领导一句下周要用叫起来，电脑后摄像头一开，你连喝口水都得赶紧放下杯子，保持一个看起来在线的姿势，活得像随时准备上台的演员，却很少有镜头记录真正的自己。所以那张滑梯照一出来，才会有那么多人在评论区说，看他，我突然有点想回家看看我爸妈，想回我小时候那个楼下土味滑梯。你以为你在羡慕一个女明星的松弛感，其实你羡慕的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那种轻松感。看明星松弛，也是在看自己被拧紧的日常。说句老实话，陈都灵能在滑梯边玩得这么开心，背后一定离不开底气2个字。稳定的事业，相对可控的时间，可以帮他打理好琐碎的团队，都是松弛感的一部分。你白天在工位上被10几个群盯到头疼，晚上回去还得算这个月的房贷车贷，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。你当然很难在地铁出站口突然蹦跳2下，自己都觉得那有点奢侈。但这不代表普通人就完全没资格松弛。当下很多人的问题是，把松弛感想得太高配了，总觉得要去一次海岛，拍一组胶片，在咖啡馆里坐上一下午，才叫放松。可现实是，你通勤路上多睡10分钟，午休时把手机丢一边闭目养神，晚饭后绕小区走2圈，这些小到不起眼的举动，才是真正的续命按钮。有个同事之前整整半年都在赶项目，每天走路都在回消息。有次食堂碰到我，端着餐盘站在那发呆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今天是他这半年第一次在食堂坐着把饭吃完，以往都是打包回工位，一边看邮件一边腌饭，哪有什么松弛感大片。大部分人最奢侈的松弛，只是好好吃顿不被打扰的饭而已。学明星松弛，不是模仿动作，而是争取自己的缝隙。我们也该试试，这句话特别打中人。很多人抗拒装松弛，觉得那是假，不酷，甚至有点矫情。可是往深了想，所有习惯都是装着才变真的。不敢直视镜头的人，从第100次自拍开始，慢慢就能接受自己的素颜和眼袋。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的妈妈，有一天真躺在沙发上刷剧一下午，家里也不会塌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像陈都灵那样从紧绷的生活里偷半日闲，不一定非要请假半天。你完全可以从特别小的地方开始，给自己规定几个谁也不能抢的松弛瞬间。下班路上走几站路再坐车，把办公室的情绪甩在路口红绿灯那里，不把所有坏情绪带回家。每周固定有一个晚饭后的自留时间，哪怕只有20分钟，只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看剧、发呆都行，不为任何人交差。在手机里留一张专门的废片照片，是你最放松、最不修边幅的一刻。哪怕拍得不好看也别删，那是一个提醒，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松弛过。你提到的明天中午也下楼，对着公司楼下的滑梯拍张照，这个画面特别生动。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有点幼稚，
怕被同事看到笑话。但站在旁观者视角，如果你在楼下看到一个同事蹲在滑梯口，比个解压的姿势拍照，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多半不是嘲笑，而是羡慕，他还真敢。当我们开始允许自己在别人的视线里不那么完美，松弛感才真正有了落地的可能。松弛感背后，其实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好看。有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，最近一段时间，越来越多艺人开始把憔悴照笑到变形的照片放上社交平台。不是不在乎形象，而是他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趋势。观众想看的是真实，不是每一秒都像大片的精修人生。陈都灵早期因为长相被贴过清冷文艺的标签，角色和路人对她的期待都是安静的漂亮。但你看她最近这组滑梯照，外套鼓鼓的，咬着糖葫芦，头发粘在脸上，她是主动把自己从完美女神的人设里解放了出来，反而是在这种不那么好看的瞬间，她更被普通人记住了。这点放到我们身上也是一样。很多人不敢拍照，不敢发朋友圈，是因为总觉得自己状态不够好，脸上有痘，工作不顺，穿得不精致。可如果你永远等到一切完美的那天，照片里就只剩下证件照和合影，朋友圈里只剩下节日问候，真正让你几年后翻看还会笑出声的，往往是那些当时觉得不够好看的瞬间。比方说，提着一堆大包小包赶地铁的狼狈背影，雨天打车失败在路边吃泡面，或者临下班突然被同事抓着拍的宿醉脸。松弛感并不是要你变成不修边幅，而是允许自己在人生相册里保留这些不完美却真实存在过的瞬间。在紧绷生活里，给自己设一个儿童模式。你提到看到滑梯照，闻到的是小时候傍晚混着尘土和青草味的自由。其实很多成年人的压力都需要一个儿童模式来调节。这个模式不是幼稚，而是给自己一个短暂退出规则的接口。有人是靠玩游戏，有人靠追无脑爽剧，有人靠收集娃娃机里的小玩具。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行为不够高级，但从心理学角度，这些都属于在高压环境里寻找可控小快乐。你知道一局游戏20分钟后一定会结束，你知道那部爽剧里主角永远会赢，你知道娃娃机多抓几次总能抓到一个。成年人的世界里不确定性太多了，这些小确幸就是让你短暂确定一次，原来我还可以掌控点什么。滑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它让你短暂回到那个滑下去就到终点的简单时代，不用担心绩效，不用考虑 KPI。你蹲在滑梯口的那一刻，脑子里唯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要不要再滑一次。如果你恰好也在办公室对着第8版 PPT 发呆，不妨真的给自己设一个儿童模式。可以很简单，午休时在桌上画一条想象中的滑梯线，从头滑到尾，写下今天3件小开心。或者就像你说的，对着楼下的滑梯拍张照片，给今天的自己一个完成了一个小游戏的小奖励。你手机里最放松的一张照片是哪一张？说到这儿，不妨真翻开相册看一眼，看看你手机里最放松的一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。在加班路上的便利店门口，捧着一盒刚出炉的关东煮，在一个普通周日的家里沙发上，头发乱蓬蓬，脚丫搭在茶几上，还是某个很久很久没联系的朋友聚会现场，你笑得眼睛都没了。那张照片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滑梯照，是你在高压生活缝隙里为自己留下的一小块柔软空间。也许当时你没多想，现在再反而能提醒你，原来我也不是一直这么紧绷，我也有很松弛的时候。如果你愿意，不妨从今天开始，刻意给自己多制造几张这样的照片。
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赚赞，而是为未来某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晚上，留一点可以自救的证据，让你知道自己不是只会加班和焦虑的人。日常生活已经够紧了，偶尔对自己宽一点，哪怕只是学着在公司楼下的滑梯旁笑得没那么好，也是一种能力。你手机里那张最放松的照片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拍的？愿不愿意在评论里讲讲当时的故事？